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Ian。今天要分享的是样本语法的 Mustache 语法，和 VHTML 的指令跟 VByte 的指令。那我们马上开始吧。Vue 3使用一种类似 HTML 的格式的语法，让你使用直觉的宣告方式，而渲染完成的 HTML 的元件与 Vue 元件实例的资料进行绑定。所有的 Vue 样板语法都合乎 HTML 的规范，都能被符合规范的浏览器与 HTML 解析器解析，让我们开发时感觉像在写原生 HTML 一样，而不是在学一种全新的程式语言。在底层运作上 ，Vue 会将我们写的样板语法编译成高度优化的 JavaScript 的程式码，与响应式系统结合。当设定的状态被改变时 ，Vue 可以聪明计算出最少数量的元件重新渲染，并执行最少量的 DOM 元件操作。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基本资料绑定的方式。使用 Mustache 的语法，设定进去的变数会被替换成资料的值。当变数改变，就会自动更新。想象这是一个会自动同步的标签值，会瞬间感应到并瞬间更换资料。我们来看看范例。我要示范传统的 JavaScript 和 Vue 的 Mustache 的语法的两种方式。我们来看看非常麻烦的传统的 JavaScript 的范例。这边要强调，非常重要哦。我先说这边是错误的，因为我要在 Vue 元件里乱搞使用传统的 JavaScript， 这不是正确的方式，千万不能在 Vue 的元件使用哦。我们打开04资料下的01资料夹下的 main Vue 元件，我要先设定 div 给资料显示的地方 ，id 为 data， 然后要汇入 Vue 里的 unmounted 函数。然后设定好 unmounted 函数，在 unmounted 里使用传统的 JavaScript 的语法，抓到 div 容器 id 为 data 的元件。我们看有成功抓取到 div 了，然后我要设定一个变数，叫做 count， 资料为0。把 count 的资料显示到 div 里面，这样我们就在画面上又看到 count 等于0的资料了。到这边显示传统的 JavaScript 已经完成了，现在要开始使用 Vue 的 Mustache 的语法来显示同样的功能，看看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要汇入 ref 来使用，再来要设定一个变数叫 count1， 是数字型别，设定的资料为0。再来把 count1 显示到画面上，使用 Mustache 的语法，非常简单的，只要一行。我们要新增一个 div， 里面要放 Mustache 的语法，就是2个大括弧包着 count1。Mustache 的语法只要定义变数，而显示的 HTML 的语法就可以简单的达成需求，还可以自动更新。可是传统的 JavaScript 必须先抓取 HTML 的元件，再把资料手动放入元件，而每一次更新都要再手动把资料放入 div 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 JavaScript 和 Mustache 的语法的差别了。我们这边已经完成了 Mustache 的语法的分享。如果你觉得我目前分享的样板语法的内容有帮助到你的话，请帮我点个赞。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之后有任何的新的内容，你都会在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废话不多说了，我们继续下去吧。我们常常用2个大括号来显示文字，但这2个大括号有一个特性，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当成纯文字。如果你想让网页上的元件标签真的发挥作用的话，你就得使用 vhtml 这个指令。在这里，我们遇到一个新的朋友，只要看到开头有带 v 的特殊属性，我们都叫它指令。你可以把指令想象成给 view 的小纸条，上面写着特殊的命令或模板片段。正确的做法是用元件来重复使用和组合画面，而不是用 vhtml 来拼凑 html 的字串。在网站上直接渲染来路不明的 HTML 或是使用者输入的动态内容的文字是非常危险的，这很容易导致 XSS 攻击，绝对不要用在使用者输入的任何资料上使用 vhtml。我们来实作 vhtml 的范例。还是要再强调一次，千万不要使用文字输入来源或来路不明的文字合成式放入 vhtml 来执行，是非常危险的。这边的练习只是让大家了解 vhtml 的用法。让我们打开04资料夹下的02资料下的 main.mu 元件。在官网的范例提供的 rawhtml， 我们要设定一个变数叫 rawhtml， 再来将 rawhtml 的资料显示在网页上面，示范使用一般文字插值和使用 vhtml 指令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结果已经出来了，在网页内容已经看到2行的结果。第一行是使用文件插值，后面接着 rawhtml 的内容。第二行是使用 vhtml 指令，后面是红色的。这段文字应该是红色的，所以大家看到结果应该知道。如果在 rawhtml 里是一些危险的语法，直接使用是不行的哦。到这边，我们 vhtml 的分享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就是 vbyte 了。在 Vue 3的样板语法里，双大括号的语法只能在标签中使用文字。如果你想要把资料塞进HTML 元件的属性里的话，双大括弧是行不通的。这时候你就需要 vbyte 的指令，使用 vbyte 的指令等于跟 Vue 说，请帮我盯好这个 HTML 的元件的属性，让它随时跟动态的变数进行同步。如果资料变 no 或 undefined 的话，Vue 会直接把这个属性从 HTML 的元件上移除，不会留下空壳。因为 vbyte 实在太常用到了， Vue 提供了一个超级简单的缩写，只要一个冒号就搞定了哦。虽然属性开头有个冒号看起来很奇怪，但别担心，所有的浏览器都能够正确的解析它，而且当网页正式渲染出来的时候，这个冒号会消失，变成干净的 HTML。如果你刚好把变数名称取跟属性的名称一样的话，你可以连变数的名称都不用写。
有一些 HTML 的元件属性叫布林属性，像是按钮的 Disable 就是禁用这元件的功能。只要设定布林属性 ，Vue 对这类的属性非常聪明。如果设定布林值为真或空字串时，元件功能会被禁用。如果布林值为假时，在元件属性上会被直接移除，让元件的功能恢复。如果你有多个属性，想塞入同一个 byte 的指令，不用一个一个写，你可以准备一个物件，然后在 HTML 的元件上直接使用 vbyte， 最后产生的 HTML 就会自动带上物件里的属性，这在处理复杂的元件时非常的方便哦。我们现在要来看看如何使用 vbyte 的用法。让我们打开04资料夹下的03资料夹下的 main Vue 元件，一样要汇入 Vue 的 rough 的函数。我们要设定2个 rough 变数，名称叫 id 和 image URL， 型别都是字串。然后要使用 vbyte 和元件绑定资料，使用 HTML 的 ing 标签的元件，绑定 ID 和 href 属性，使用正常 vbyte 的方式和缩写的方式。这边有使用到 Tailwind CSS 的样式语法哦，不在这次分享里的内容哦。可以看到旁边画面出现2个 Vue 的 logo 的图示，看来正常写 vbyte 的方式和缩写的方式出来都是正常的。这边的 ID 因为变数的名称和绑定属性的名称一样，就可以省略 ID 的变数的名称。再来练习要绑定布林的值，最常使用的就是Disable 就是禁用的这个属性，右选按钮元件来练习。先设定一个变数名称叫 isLock， 它的值是为真。建立一个按钮并绑定 Disable 这个属性，再绑定点击的事件来测试。如果没有禁用成功的话，就会出现按钮没有禁用的讯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button 的 disable 的属性已经是被绑定上去，然后我们按测试按钮，按测试按钮没有任何的讯息出现，就代表这个按钮的功能被停用了。我们刚刚点击按钮，已经知道按钮已经被停用了，也没有看到任何的讯息的输出。再来，我们把isLock的值改为假的。再来试试按钮是不是恢复正常的功能了。我们可以看到 button 的原始码 disable 属性已经被拿掉了，所以我们现在来测试按钮的功能是不是恢复了。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我们按了按钮之后，讯息已经被输出了，所以这个按钮的功能已经恢复了。测试的结果是恢复了按钮的功能了。接下来就是绑定多个属性的方式，建立一个变数物件，里面设定 ID type 和 value 属性。再来建立 input 标签的元件，绑定上我们设定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input 的按钮的 ID、type 跟 value 的属性都已经是绑上去的。我们看到画面上有看到 input 的输入框了，然后看到 Vue 渲染出来的 HTML 的原始码。
可以看到有设定的属性都有被绑上，所以可以看到6.3的绑定属性其实是很简单的事，相信大家都学会了。到这边相信大家对 Mustache 的语法的用途，而 VHTML 的用法和危险性，最后的 VByte 的绑定属性的功能已经有充分的了解了，希望有帮助到大家了解样板语法的初步用法。下次要跟大家分享样板语法的条件渲染和列表渲染哦，这边会有我推荐的影片，如果有兴趣一定要收看哦。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